午后，老树下依旧聚集着5位伙伴们。聪明好奇的小狐狸芬尼克，憨厚温暖的小熊布布，慈祥智慧的老乌龟阿鲁，活泼俏皮的小企鹅咕咕，以及睿智冷静的白猫头鹰露娜。树下的空气中弥漫着轻柔的微风和鸟鸣，万物似乎在等待着一场思想的碰撞。第2集，规则、束缚还是保护？我们总是在谈规则，但规则到底是限制还是保护呢？我总觉得这些规则真的只是在束缚我们的自由。为什么我们不能随心所欲，做自己想做的事呢？但规则不也是用来保护大家的吗？如果大家都乱来，岂不是会出事吗？我也觉得，有些规则能让我们一起玩耍时更安全，也许是为了让我们不会伤害到彼此。可是，如果规则太多了，会不会连自由也被限制了？自由与秩序之间，总有一条细微的界限。规则本身并非敌人，它们也可以是平衡混乱的桥梁。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我们应该拥有无拘无束的自由，不应该被繁琐的规则所限制。但如果每个人都为所欲为，最终会不会伤害到大家呢？难道规则不是让我们在玩耍时更加安全吗？自由与秩序之间，其实存在着微妙的平衡。大家先冷静下来，听听我的故事，或许能找到答案。大家激烈讨论之际，岛上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原来，部分动物因为受芬尼克的影响，一直以来必须轮流使用山泉水的规定，大家突然都不想遵守了。许多动物正争先恐后地涌向水边，明显打破了以往的秩序。布布与其他动物在水边争吵，水流因过度使用而变得急促。或许规则真的有它的必要。我们从未想过不遵守规则会让事情变得这么乱。水快用完了，我们怎么办？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当秩序崩坏，自由便会失控。让我用一个古老的故事来告诉大家规则的重要性。在一个森林里，有一只小鸟在天空中翱翔。小鸟张开翅膀，轻盈飞舞于清晨的薄雾中。小鸟不顾家人的劝告，心中充满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。忽然，天空变得阴暗，云层聚集，开始刮大风，并且下起大雨来。在风雨中，小鸟奋力拍打翅膀，显得格外疲惫。小鸟最终因风势过猛而从高空跌落，缓缓坠落至一片树梢上。落在枝头的小鸟低下头，反思自己冲动的行为。随着暴风逐渐平息，天空中的乌云散去，小鸟抬起头，
透过稀疏的云层，看见一缕温暖的阳光，脸上逐渐绽放出希望的光芒。小鸟试着再次振翅，虽然动作有些蹒跚，但坚定地朝着远方的家飞去。小鸟的家人见到小鸟，开心地迎接它的归来。经过这次的教训，小鸟懂得了一些道理，从此以后不再如此冲动莽撞。听完故事后，也希望大家能得到一些启发。也许规则并非完全是束缚，而是一种守护。我们需要规则，才能让大家一起平安生活。我明白了规则带来的安全感与秩序。真正的自由是在秩序中找到平衡。规则如灯塔，指引我们走向和谐与平衡。动物们纷纷返回水源区，遵循着新的规范，有序地轮流使用山泉水，现场逐渐恢复平静。几位动物自发地在水边立起简单的标示，提醒大家轮流使用，并相互协助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在自由与规则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。是啊，我们一起守护这片美好的小岛，一起学习如何更好的生活。我想，我们可以在尊重规则的同时，也保留一点小自由，这样大家都能快乐地生活。夜幕将至，但智慧的光芒永不熄灭。故事告诉我们，只有在秩序中，才能真正享受自由。愿我们都能在这条探索之路上不断成长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平衡与幸福。通过一场由规则引发的小小混乱，让大家从混乱中领悟到规则的重要性与双面性。在规则与自由的交织中，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衡，迎向那充满光明的一天。